在湖北利川的群山深处，我们竟意外闯入了一座规模惊人的神秘山洞。据当地人世代相传，这个洞穴纵深可能超过80公里。曾有人在洞中走了7天7夜，依旧没能走到尽头。洞内支洞纵横，宛如地下迷宫。其中一条支洞更是传说能直通重庆。洞中暗流涌动，古老的城墙静静矗立。更神秘的是，里面还有悬空木栈道和人类曾经活动的痕迹。 仿佛封存着一段被时间遗忘的历史。最让人震撼的是，在洞的前半段，车辆竟然可以直接驶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而不可思议，真是令人感到十分的好奇。这座深山溶洞的内部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北利川，在我身后呢有一个山洞。 这个山洞呢叫做檀香洞，这个檀香洞内呢是错综复杂，它是由8个大洞和26个小洞组成，总长呢约80公里，总面积呢约4085万立方米。因为这里呢它是湖北利川和重庆石柱的交界处，所以呢在当地呢有一个传闻，说是这个洞穴的另外一头呢可以直接通往重庆，这真的是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 现在我们就前往这个洞穴里面去探索一下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洞口，这个洞口呢看起来不是很大，但洞内呢却是深不可测的。看底下呢是一条毛路，车子呢是可以开到那个洞里面的。因为这里呢是处在于一个没有开发的一个阶段，我们就不把车子开进去冒险了。 在洞的两侧呢，有很多编织袋，这里面装的是牛的粪便。外面呢，它是有一个养殖场的，专门养殖牛的。然后他们呢就会把这个牛的粪便收集起来晒干，晒干之后呢，当做一种肥料。这些都是当地村民放在这里面的。 这个山洞里面应该是经常有人会把车子开进来，这中间都形成一条马路了，两边都是车轮印。走到这里就需要开手电筒了。看这些岩壁，它这个石头都是一层一层的，像是人为垒砌起来的。 这个是电线还是水管哟？哦，是一个水管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水管上都结冰了。走到这边呢，发现这边有一个岔洞，我们从上面去看一下。这里面真的是越走越大。哇，到处都在滴水。这个水呢，它是从岩壁上面滴下来的。哇，快看，那里有城墙。这里面不会是有人居住过吧？这一看就是人为垒砌起来的。它这个水管怎么通向里面呀？
这边有一个小的洞穴可以走进去，这里面还有2根水管。我这里还有梯子。刚才从外面走进来的那一段呢，感觉非常的寒冷，但是我一走进这个洞穴呢，就感觉非常的温暖，像一个暖气房一样。这里呢就没有办法过去了，底下呢是一片淤泥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有石头，大的一个步梯可以走进去，应该是当地村民架的一些水管，然后把这个洞穴里面的水引出去。这里面真的是错综复杂。这还只是一个小的一个侧洞。我们继续沿着这边的主路，然后往洞的深处里面走。我感觉这个路好像是有人修过，你们看，它这个路上呢，应该是专门有人把这个中间垫了一些石头。这完全就是一条车路，哇，都看不清前方的洞有多深了。这是一个下坡，现在我们在往下坡走。听，好大的一股水流声啊！难道这里面是有暗河吗？看那里怎么有建筑呀？用那些木头搭的一个建筑。看这里还有字，在这个岩壁上我们发现的 K32，它这个是有什么含义吗？这前面还有，前面是46还是多少？还是216？我的天呐，大家看，真的是一条暗河。这条暗河呢，它是通往左边那个往下面流的。看样子这是洞里面的一条内部河流。这条路看起来好糟糕呀，全是淤泥。我试着踩上去试一下，哎，它这个泥土还比较硬。我还以为是那种一脚踩一坑的那种泥巴路。看这边搭了一排很长的一个架子，是楼梯。看上面，那只黑乎乎的，是一只蝙蝠，它在睡觉呢。蝙蝠它是倒立着睡觉，有点神奇哦。
车子好像只能开到这个位置了，因为前面的这些坡度的话，车子是没有办法开上去的。我的天哪！看那边，那边还有城墙。你们看那边，它这个城墙呢，也是用那种石块垒砌起来的，还有一个楼梯。但这里呢是没有办法走过去的，因为底下是一条河沟，这里也在滴水。 它是从洞的顶部上渗下来的。我的天哪！往上面走，底下没办法走了。 底下好高呀！这个钟乳石好漂亮呀！ 大家看，这上面呢也是在源源不断的渗水，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蛋糕似的。这个石头很坚固啊，我们也得小心一点。这个石头它是看起来像那种淤泥一样，就感觉特别的滑，但是你走上去的话，它是一点都不滑的。 全是那种硬石块，而且还比较防滑。哎，这里好像下不去了耶！你们看对面，对面呢是将近一个90度的一个斜坡。我尝试一下吧，如果说实在不能过去，那就算了。 我每踩一块石头都是非常的小心，我生怕它这个石头有松动。这些石头看起来挺乱的，就感觉一脚下去的话，它会有松动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这些石头像被水泥粘住了一样。这里我不敢过去了，它这个泥是软的。你们看上面，应该是人为踩的一些脚印，陷下去那么深。 这里呢，我们就不过去了吧。我看一下那边那个城墙那里能不能过去。如果说能过去的话，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往回走。
哎呀，走错了。这里呢是一个断崖。我看一下这边面上有没有路可以过去啊？它那个河的中间倒是有一条好像是石板路可以过去。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走过去。这底下这一段泥就比较潮湿了，看我手上，脏兮兮的，有点滑。终于走下来了。这个水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澈，有一点浑，应该是最近下过雨的缘故。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木头呀？这里修了一堵好厚的一堵墙，它这个城墙应该是就地取材了，因为这个洞里面好多这种碎石。那边还有个字母 K29。走在这上面，我的心都是悬着的。看底下啊，底下是一个悬崖，是一个绝壁，我真怕从这里摔下去。上面看着好像好宽的样子。这里面怎么还有人烧火呀？看这些材料，是这种木板，有人烧过火的痕迹。这块区域好像被烟熏火燎过。
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坑，像是一个水池，但又好像不太像。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侧洞，里面还在滴水，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。它里面不是在滴水吗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溪流，然后就流向了这个洞里面。听这个水的声音，它这个洞应该是挺深的，底下应该也是一条暗河。这里有水管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水池，顶上呢有一个洞腔，不过那个洞腔爬不上去，太高了。按这个水管的走向，它是应该是切往那个洞里面的，好像还可以过去。这里面的水就比较清澈了。洗下手，刚才摸的那个泥，哇，好冰啊！感觉这个水啊，冰冷刺骨。在这个崖壁上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到此一游？大家去哪里玩的话，还是要文明出行哦。这里也有一个水池。这个山洞里面，它的水资源好丰富呀！这个是什么坑呀？这个应该是一个硝坑吧，熬硝的一个地方。硝呢，它是可以制作火药。在古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用作熬硝的一个地方。这边也是，这里面好多硝坑呀。我的天呐，这里还可以上去！
这些石头的表面怎么看起来布了一层那种像火药的那种颜色的灰？不知道这个洞穴它是通往哪里了。你们看这个坡度，我感觉爬上去挺有难度的，人都站不直了，需要双脚并用匍匐前行。哇，这个洞真的是太大了。这个呢，只是它的一个侧洞。这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呀？铁丝，看这个铁丝的锈迹应该是很老了，在这边应该放了很久了。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洞里面走了多久了。走这里面，我真的是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哎，那个水管去哪里了？哦，在那个岩壁上。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脚印。应该是来的人挺多的，我感觉在这个山洞里面走了好久好久了，感觉有好几公里了吧。这里面的路真的是错综复杂，我真害怕在这里面会迷路。然后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就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吧，因为我们在来之前呢，在外面遇到了一位当地的村民。他说，有人在这个山洞里面走了7、8天都没有走到底。据资料上显示呢，这个洞的全长在80公里左右，按我们的能力是根本没有办法探完的。再加上这个手电筒的电量有限，我们得在这个手电筒没电之前呢，走出这个山洞。现在我们就出去了。大家看这里，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好陡啊！这个坡，前面还有蝙蝠在这里面飞来飞去的。
糟了！大家看我的手电筒，没电了，一直在一闪一闪的。幸好我们带了2把手电筒，要不然的话怎么出去啊？看来刚才选择出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现在我们又回到削坑的这个位置了。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资料，说是在这个檀香洞里面呢，一共有108个削坑，但我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。据传呢，这个檀香洞曾是大型的兵工厂，曾有1500名工人在这个山洞里面熬削。看这个边缘，按这个颜色来看的话，应该是火药。我的手电筒已经完全没有电了，我只能借助手机了。还好小杨的手电筒还有一点电，但是我猜的话，他那个手电筒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我们得赶快出这个山洞。我们终于赶在手电筒没电之前从这个山洞里面走出来了，还好是有惊无险。这个山洞真的是超级大，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复杂，里面呢是怪石嶙峋，遍布着很多暗河，还有暗洞。走在这个山洞里面，你真正的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非常的震撼。如果说这个地方能开发出来的话，那一定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